大王，坐。听说张仪出使楚国回来了。是，此刻他正在殿外候着。这家伙，哼，在楚国是遍地仇人。我以为弄不好他会把脑袋丢在那儿。看来他是个运气不错的家伙。快宣张仪进殿。是。如今张仪是秦国使臣，昭阳虽然与张仪有旧怨，但有晋上在中间斡旋，大约也不能将他如何。大王，张仪出使归来，拜见大王。长子免礼。楚离子。长子坐。我站着吧。看长子神采奕奕，容光焕发，定是大有斩获。大王说的没错，楚王待微臣奉若上宾，美女酒肉伺候。张仪就趁机劝他与齐国断交，与我秦国结盟。那楚王可答应？微臣向楚王力陈与秦国结盟种种之好处，说的他是口服心服。他为了取信于秦，与齐国彻底断交，已经派勇士专门去辱骂齐军。可是楚王贪得无厌，这回怎么会如此痛快呢？微臣说，大秦会献600里于楚国。什么600里？自然是土地600里。哪里的土地600里？张仪让楚王相信是大秦的商於之地600里。长子出使之前有言在先，怎可没有大王允准，私自将600里秦地赠与楚国呢？大秦别的土地，在下无权处置，而这600里，张仪还是有权私自授受的。大胆张仪！几位秦国使臣一举一动都该秉承寡人之意，你竟然信口开河，胡言乱语，无端将我大秦国土当私家财物随意赠与。大王息怒，大王息怒，大王息怒。那楚王是个见利忘义之徒，张仪若不让他看到些许好处，他怎肯与齐国断交，与我秦国结盟呢？好大的口气！600里肥沃土地，是我大秦数代国君、几十万将士用性命换回来的，在你长子眼中，竟然只是些许好处。来人，把这个妄自尊大、矢口昌言的狂徒拿下，割去他的舌头！张子，木心，芈月，这是怎么了？这个家伙在宣誓殿得罪了大王，大王要割他舌头。张子，你不是出使楚国了吗？怎么刚刚回？天将大任于斯人，必先劳其筋骨，苦其心志，饿其体肤，割其舌头。哈哈哈哈！我张仪为秦国立下了不世之功，可惜世人见识鄙陋，赫赫之功换来了百般羞辱。你将秦国600里土地献于楚国，大王割你的舌头已经是便宜你了。600里，张子，此事可当真？当真又如何？600里不过是个数字，我用我的600里换来了秦国和楚国结盟，明明是占了大便宜，糊涂人永远都算不清楚这笔账。你的600里，自然是我的600里。哦，我知道你的600里。那既然如此，你为何不向大王讲明呢？我为何要向大王讲明啊？大王若是圣明，自然知道我张仪就是掉了脑袋也不会把秦国的土地轻易交给楚国。大王若是糊涂，多说又有何用？你这是拿性命在赌气。明君贤臣，心有灵犀，尽在不言之间。不和你这疯子辩了。木心，这是天大的误会，千万在这里等一等我，啊，等等我。月公主，月公主。
大姐，我要见大王。大王正在和楚离子商议国事。我要见大王，这事与大秦国事有关。大王正在气头上，我劝你最好不要趟这浑水。大监放心，我来专门是给大王去烦消气的。好，请吧。大王，拜见大王。你来有何事？芈月有要事向大王陈情。你若知趣，快给寡人退下。大王还不知芈月来意，便要将芈月赶出殿去。你是来给人说情的？芈月是来给大王贺喜的。何喜可贺？自古明君思贤若渴，诸国逐鹿中原，得人才者得天下。张仪国士无双，一人口舌抵过数名骁勇之将，朝中能有他这样的人才，是大王之大幸，秦国之大幸。张仪骨舌摇唇，无法无天，擅自将我大秦600里土地赠与楚王，即使寡之，也解不了寡人心头之恨。大王若为600里烦恼，大可不必。此600里非彼600里，大王误会了张仪的用心。什么此600里非彼600里？寡人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今年开春前，大王好像赏过张仪一块封地。不错。大王可还记得那块封地有多大？有多大？臣记得大概是3、5里吧。整整6里。大王大约也不记得那块封地在何处了。那地就在商於。张仪感激大王恩赐，给他取了个地名叫600。这次出使楚国，张仪用自己这600，骨舌摇唇说成600里，诱惑楚王弃其连秦。大王看，这张仪是该赏还是该罚？6里啊？600，6里。那楚王若是知道实情，肯定气得发疯了。寡人不怕他发疯，就是怕他不发疯。他一发疯就会乱来，他一乱来，就会死得更惨。这张仪太过桀骜不驯，他为何不早早说出实情呢？居然给寡人打哑谜，害得寡人气血冲头。寡人定要罚他。那大王打算如何罚他？还要取他的舌头解恨吗？木间，在。快给寡人传话，放了张仪，好生安抚。是。寡人过后要重重的赏他。哈哈哈哈哈！